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我和平常一样踏入家门，奇怪的是，依依没有像往常那样欢快地跑出来迎接我。依依，你在哪儿？我呼唤着。这时，我捕捉到了一丝微弱的啜泣，声音似乎从屋子的某个隐蔽角落传来。我心中一紧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哭泣声居然源自洗衣房。我推开洗衣房的门，惊愕地发现洗衣机上堆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，完全压住了洗衣机的顶盖。从洗衣机侧边的小通风口中，我听到了依依的抽泣。我立刻移开箱子，迅速打开洗衣机盖。依依泪流满面地望着我，她的双眼中满是恐惧，她的小手颤抖着，紧紧搂住我的腰。你怎么会躲在这里？我轻声而焦急地问道，同时将她从洗衣机中抱了出来。愤怒在我心中升腾，但我努力保持冷静。是奶奶把我关在这里的。依依边哭边指控。就在这时，婆婆从厨房探出头来，手里还端着一碗刚吃完的面条。她不满地嘀咕，这孩子自己喜欢玩捉迷藏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愤怒地指向洗衣机，你觉得依依会自己爬进去，还把这个大箱子压在洗衣机上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楼上传来林旭的声音，吵什么吵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他边抱怨边穿着睡衣走下楼梯。我双眼闪烁着怒火，疾步向林旭逼近，挥手就是一记耳光。你的女儿险些在洗衣机中窒息，你居然还有心思安睡？林旭手捂着脸颊，眼中的惊讶迅速被愤怒替代。而此刻，婆婆像是被激怒的母狮，猛地抄起一旁的扫把，狠狠地朝我打来。不就是你生的这个没用的丫头片子，打扰我儿子休息？我本能的躲避，但背脊还是被扫中。就在这时，林旭的弟弟陈南之闻声赶来。住手！他大声制止了婆婆，迅速走到我身旁，关切地询问我是否无恙。我紧紧搂着依依，她在我怀里放声大哭。我出生在一个瓷砖世家，父母经营着瓷砖生意。我的童年伴随着不断的迁徙，每当交到新朋友，就面临着转学的别离。所以，当我步入大学时，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，因为终于可以摆脱转学的命运。我的恋爱经历屈指可数，仅有2段。第一段就发生在大学时期，我捧着一堆书籍在书架间穿梭，一个男生突然从角落里现身，与我发生了不期而遇的碰撞。真抱歉，他迅速蹲下，忙着捡拾散落的书本。没事，我自己也不小心。我也蹲下身，慌乱地帮忙捡书。我抬头一看，是个短发少年，他脸上满是歉意。陈南之，那个比我小3届的男孩，我们的缘分源于那次偶然的碰撞。我们相恋后，常相伴观影，从欢快到悲伤。观影后，我总有许多感慨和问题。那个幽灵好可怕，吓得我心都跳出来了。嘻嘻，男主真是太迟钝了，完全不懂女主的心思吗？你会不会像电影里的男主那样对我言听计从呀？你说是我美还是女主角更美？她永远那么耐心，总能逗得我开怀大笑，用心宽慰我。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那一个，我愿做你的小跟班，唯命是从。他边打趣边模仿小太监的动作，逗得我大笑不止。好嘞，小跟班，咱们该回宫了。有他在身边，连呼吸都充满了甜蜜。然而，幸福的日子总是太短暂。毕业后，生活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。陈南之依旧那么孩子气，不够成熟稳重，
而家里催婚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被迫去相亲，就这样，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林旭。他工作稳定，收入可观，在家人和朋友眼中，他无疑是更理想的选择。他条件这么好，人也挺帅，你该认真考虑，让自己生活得更安稳些。妈妈在电话里这样说，语气里透露出对我的期待，但我确实对他没感觉呀。我有些无奈地回答，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我和你爸的故事吗？时间会给出答案的。我找了个时间约出陈南之，想跟他发发牢骚。家里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他一听就急了，额头上青筋直跳，猛地一拍桌子，怒道：为什么？你就这么着急找下家？你这个现实的女人，不是让你给我点时间吗？我惊愕不已，他怎么就认定我答应去相亲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陈南之的孩子气行为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，我也倦了，于是没好气地回应他：对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个现实的女人，你要的根本给不了我，你老是这样孩子气，我可没耐心陪你慢慢长大。话说完，我不敢看他的反应，转身就走。后来我和林旭相了亲，觉得挺合适，就在一起了。林旭和陈南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，他会在我疲惫时为我按摩肩腿，轻声细语哄我入眠，每当我需要，他都会第一时间赶来。他稳重体贴，总能给我恰到好处的关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有关陈南之的记忆也慢慢淡化。然而在林旭家的一次聚会上，一张熟悉的面孔让我惊愕，是陈南之。就在我疑惑他怎么会在这里时，他举起手中的酒杯，向我和林旭走来，恭喜大哥和嫂子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，我低下头回应道。林旭像是看出我的疑惑，在陈南之走后跟我说，之前一直没跟你说过，我还有个弟弟，他叫陈南之，不过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妈和他爸再婚，我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他哥。我点了点头。他继续说，不过他爸6年前就去世了，所以他这孩子脾气有点古怪，你别在意。我笑了笑说，没事。后面我和林旭结了婚，但是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陈南之。刚开始的日子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尴尬，我和陈南之默契般的对之前的事一概不提，日子在这样的安宁中悄悄过去。不知不觉中，结婚后的第3个月，我怀孕了。那天清晨，当我将那根检测棒递给林旭看时，他的脸上瞬间洋溢出无比的幸福与喜悦。陈南之也为我们感到高兴，他站在一旁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。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婆婆听说我怀孕，专门来照顾我。婆婆听人家讲，肚子尖的是男孩，肚子圆的是女孩。她看着我的肚子尖尖的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这肯定是个男孩。我听后立马反驳，妈，男孩女孩都是我们的宝贝。她回应我，对，妈说错了。每天婆婆都会忙碌地穿梭在厨房与客厅之间，为我准备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。无论我怎么坚持想要进厨房帮忙，都会被她严格地拦住。在她的眼里，我是家里的宝，需要时刻保护。有一次，我踩到了冷冷的地板，正打算去阳台晒太阳，婆婆看见我光脚的样子，立马从卧室拿出了一双袜子，小心翼翼地为我穿上，生怕我感冒。怀孕的时候千万不能着凉，老了落下病根。可当我生依依那天，一切都变了。护士将依依推出来，婆婆开心地扒开依依身上裹着的布，上扬的嘴角立马变成一条线。怎么是个女孩呀？护士让她抱抱孙女，她说
我身上脏，不抱了，我忙不过来，喊婆婆帮忙给依依洗澡。她说我手重，洗坏了可使不得。我心想换尿布总行吧。她又说林旭小时候都没用过尿布，我不会换。林旭也开始变得冷漠，每天工作结束后，他步履沉重地回到家，直接坐到沙发上，埋头于他的游戏世界，仿佛家里什么都与他无关。老公，你能帮我抱一下依依吗？我轻轻地询问。他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回应：你不是有手吗？我正忙着呢。晚上要喂奶时，林旭却总是怒气冲冲。你能不能出去喂他？他这么吵，我怎么睡？有一次，我刚喂完奶，正坐在客厅里，轻轻摇晃依依让他入睡时，陈南之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温水。辛苦了。我接过水说了句谢谢，然后低头不让他看到我眼角的泪光。以前的我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现在天还没亮，我就要起床为这个家服务。早晨我将依依送到校车上，转身又回到厨房，开始为一家人准备早餐。正当我打算煎鸡蛋时，一个尖锐的声音穿透了厨房的宁静：煎个蛋能煎得这么丑？婆婆双手叉腰盯着我，煎锅在我手中开始颤抖。我吞下了即将冒出的话，试图保持冷静。婆婆不满地扫了我一眼，鼻子里发出不悦的哼声：真不知道我儿子怎么看中你的，家里卖瓷砖的没啥本事，家务一窍不通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。我呼吸变得急促，双手紧紧握住锅把，为了不让自己崩溃。他的目光飘向了一旁玩耍的依依，这些不争气的赔钱货。我做好早饭，抬到桌子上。林旭坐在餐桌的另一端，他的脸上读不出除了冷漠外的任何表情。我给他夹了一个煎蛋，但他却冷冷地回应：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他手中的筷子挡在我筷子面前。晚上，依依从学校回来，笑着跑到林旭的身边，搂住他的脖子，甜甜地喊道：爸爸，我今天得到了小红花。林旭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，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欣喜。依依脸上的笑容逐渐凋谢，她跑到我身边，脸上充满了困惑，问道：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我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泪水早已经涌上眼眶。我只能抱住她，轻轻地说：依依，爸爸只是最近工作太忙，他很爱你的。依依紧紧地抱住我，泪水湿润了我的肩膀。依依被婆婆关进洗衣机，显然受了不少惊吓。我把她哄睡着。陈南之给我发消息，喊我去家门口的小巷子。我走出了家门，小巷尽头有一个男生靠墙，左手插兜，右手夹着烟，只露出下半张脸，烟雾缭筒。是陈南之，你来了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急切：为什么叫我来？我现在是你嫂子，被你哥知道了怎么办？他避开我的目光，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：当初就是我的懦弱，让他们把你夺走，现在我不能再看着你受苦。我心头一震，眼眶中涌起热泪。他低头说着：我本以为我努力了，你就会回来，可没想到你嫁给了我哥。我以为你会幸福，可我不知道他们一家人重男轻女这么严重的思想。我看不惯他们欺负你，我放在掌心的宝贝凭什么被他们这样嫌弃？陈南之说着，叹了一口气，头更低了。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往下流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充满愤怒与不甘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我们和好吧，像从前一样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中满是欣慰。放心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他把我紧紧抱在怀中，好像怕我下一秒就会离开，在我耳边轻轻说：
我会让这一家人付出代价。我们离婚吧。我看着林旭，林旭并不惊讶，他深吸了一口气。好。刚刚说完，婆婆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她的脸上是一副得意的表情，目光冷冷地扫过我，然后冷笑了一声。那你就带着你那赔钱货的女儿滚远点！我警告你，家里的东西除了女儿，你一个不许带走。这时，陈南之推门走了进来，我帮你搬东西。我点了点头，感激地看向他。陈南之正准备拾起地上的东西，婆婆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”陈南之冷静地看向婆婆，淡淡地说：“之前好歹我们也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她带走的只是自己的东西。”婆婆之前对陈南之一点都不好。陈南之他爸去世，留给婆婆一句话：照顾好南之，否则我会回来找你。婆婆这个人一直都迷信，就因为这句话，对待陈南之才转变态度。后面婆婆觉得不管怎么说也是男孩，以后也是招财的。婆婆现在看着陈南之这样说，也不好说什么。我站起身，走向依依的房间，打开门，看到她正在玩耍，我弯下腰，温柔地抱起她，轻轻地说：“宝贝卓干三，我背有木墩提们要走了。”她眨眨眼睛，有些不解，但还是点点头。我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曾经的家。我父母是卖瓷砖的，所以林旭和婆婆一直瞧不起我们家。但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家不仅仅是一家小瓷砖店那么简单。我家的瓷砖在国外十分畅销，只是国内不知名罢了。我带着依依来到父母给我买的一套房子里，我轻轻地推开门，带着孩子走进这个新家。空气中弥漫着刚刚装修完毕的淡淡木香。妈妈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吗？依依稚嫩的声音在宽敞的房间中回响，眼睛闪烁着好奇和期待。是的，宝贝，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天地。我弯腰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廊。陈南之捧着几大袋子走了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些意外地问。陈南之微微一笑，放下手中的袋子，眼神中充满了关切。知道你们刚搬家，可能还缺些日常用品，所以买了些东西过来。我打开一个袋子，里面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，米、油、盐、酱油，还有依依最喜欢吃的饼干和糖果。依依兴奋地从袋子里掏出一块巧克力。二爸最好了，一直以来，林旭身上缺少的父爱都是陈南之补偿给依依的。陈南之俯身，轻轻地捏了捏依依的小鼻子，笑道：“小鬼，嘴又变甜了。”他帮我整理好东西，又与依依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准备告别。谢谢你，南之。我送他到门口，轻轻地说：“我将离婚协议书寄给林旭。”没过几天，林旭的电话打来：“凭什么财产你要80%？”电话那头的林旭气急败坏的声音冲破了电话的屏障。我沉稳地说：“因为我要抚养孩子呀。”笑话，那我也要养孩子。从电话里都能想象到他咬牙切齿的样子。我轻笑一声，语气坚决：“那我们法庭上见。”法庭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。林旭身旁坐着婆婆。当法官宣布判决结果时，整个法庭一片寂静。法官清了清嗓子：“根据调查，原告资金充裕，有稳定的工作，其抚养孩子的能力明显高于被告。”婆婆面色苍白，与林旭交换了一个惊疑的眼神。他家一个卖瓷砖的，怎么可能比我儿子钱多？陪审团传出声音：“你个老太婆不上网的呀？人家家里卖瓷砖
都卖到国外去了。你儿子一个工薪阶级白领上哪比去？猜，我成功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，且因为要抚养孩子成人，获得80%财产。婆婆和林旭就这样傻傻地站在那里，面露难以置信的表情。离开法庭，夕阳下，我微微仰头，心中满是坚定与释然。林旭和婆婆追出来，婆婆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闹够了，就带依依回家来吧。妈错了，妈不应该把依依关起来。”然后婆婆使了一个眼神给林旭，林旭也一脸假笑地冲我说：“别生气了，咱们明天就去复婚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过家家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。我们家是卖瓷砖的，可不敢高攀你们家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林旭唯一的一套房子被迫拍卖，她和婆婆现在只能租一个小房子暂时住着。家里的客厅空气显得特别轻松，软垫的沙发上，陈南之和依依边嬉笑边互相追逐。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。正当这温馨的场景中，我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打破了原本的和谐气氛。我看了一眼屏幕，是林旭的来电显示，接通电话：“最近还好吗？新家怎么样？想过来看看你和孩子。”我皱起眉头，透过电话可以感受到他那股似笑非笑的气息。“你怎么还有脸打电话过来？我们现在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你来添乱。”“哎，何必这样呢？”林旭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苦笑。“我只是关心一下。”我怒火中烧，告诉你，再敢骚扰我们，你就等着看。话音刚落，我狠狠地挂断电话。陈南之转过身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“林旭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试图平复心情。他闲得很，自从知道我家真实情况后，天天打电话来。话音刚落，陈南之的手机也响了起来。他接通后，脸色骤变。陈南之抿了抿嘴，声音冷静地回应：“我只是把他们送上车，搬到哪里我不清楚。”陈南之没再多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抬起头看向我：“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找到你们的。那20%，我也会想办法让他们吐出来。”清晨，我正在和母亲通着视频电话，父亲在用报纸包裹着新鲜采摘的蔬果。突然，一个声音打破了宁静：“爸妈。”父亲皱了皱眉，放下了手中的活。母亲则忘记了关掉和我通着电话的手机。我没挂断电话，只是把我的摄像头关掉。能听到门外传来的是林旭的声音。门被砰的一声推开，我看着林旭满脸沧桑地走到父母面前，紧握双拳：“爸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让老婆孩子回到我身边吧。”父亲瞪大了眼睛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自己怎么对待他们的你忘了？你怎么好意思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？”林旭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母亲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别在这儿装了，当初我就是看走了眼，让我女儿嫁给了你这个狗东西。他们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不会让你再去伤害他们。”林旭的眼神中满是愤怒和不甘。“爸妈，看在我们一家人的份上，帮我劝劝他。”父亲严厉地说：“我警告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”父亲说完，将林旭推向门外。我怔怔地看着，直到父亲把门关上。母亲回过神，看到电话还没断。“我后悔呀，让你嫁给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。我只是想让你活得不那么累，没想到是把你推进火坑。”我看着伤心的母亲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妈，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过2天我带依依回去看你。”凌乱的玩具，散落的画笔，都显得那么宁静，但我的心跳得快得让人以为时间是在跑步。已经3天了，我联系不上陈南之，他的手机关机，
微信留言也没有回复。我试图回想起我们最后一次的通话，那时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告诉我他会出去办点事情，让我不用担心。妈妈，依依突然从他的房间跑出来，身上穿着他最爱的兔子睡衣，脸上尽是迷茫的神情。二爸呢？他的眼睛闪着期待看着我，我强迫自己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，蹲下身子轻轻拍了拍他的头。二爸去给你买好吃的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坚定和从容。依依眼中的迷茫似乎得到了片刻的解答，她点点头。那我要等他回来，给我带草莓味的冰激凌。我心中的不安感越发强烈。夜深人静，只有远处街道的街灯在微微闪烁。依依的呼吸声逐渐均匀，温和的夜风通过窗帘轻轻吹起了她那束小小的碎发。我轻手轻脚地披上外套，步出家门，打算一个人走走透下气。当我快要走到公园的入口时，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靠在巷口酒吧的木质门廊下，身边是一个身材婀娜、穿着火红裙子的女生，是陈南芝。陈南芝的手臂正好放在女人的腰上，与她窃窃私语，偶尔还伸手挑起她的下巴。我控制不住我的情绪，步子加快，直至站在他们面前，眼中满是愤怒。陈南芝，这就是你玩失踪的原因吗？陈南芝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，他微微一怔，紧接着眼神中的惊讶变为冷漠，嘴角上扬。不关你的事。我努力稳定情绪，指向他怀中的女生，质问她是谁。女生抬眼看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和嘲讽。陈南芝则故作淡定，把女生搂得更紧。这是我的女朋友，她能给我的远比你多。你呢？除了一张年迈的脸，还剩下什么？当初把我甩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我感受到一阵钻心的痛。本以为陈南芝经过那么多，会成熟懂事，但面前的她我已经不认识了。我忍不住眼泪，但我不会在她面前示弱。我猛地打了她一个耳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互不相干。陈南芝显然没想到我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，他捂住脸，眼神中流露出错愕和痛苦。而我再也不愿意多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去，心中对他的失望如同一个无底的深渊。我像往日一样，正坐在门口的鞋柜上帮依依穿鞋。依依抬头，眼睛直直地望着我。妈妈，二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到昨晚看到陈南芝的画面，愤怒至极。你二爸死了？问什么问啊？依依瞪大了眼睛，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接连不断地滑落。妈妈，我瞬间意识到自己过激了，我急忙伸出双臂，将依依紧紧拥入怀中。对不起，依依，妈妈真的很对不起。我的泪水和她的泪水交织在一起，房间里只有嘶哑的哭声和依依的小手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摸索。她仿佛在告诉我，愿意原谅妈妈的一时冲动。晚上依依放学，我带着她打算去爸妈家吃顿晚饭。当我们推开那熟悉的门时，一道暖黄的灯光就在地上。母亲正在厨房忙碌地炖着鸡汤，而父亲则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翻看报纸，一边调着收音机。听到我们进门的声音，他们立刻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依依，你长高了呀！父亲抿了抿嘴，笑眯眯地伸出手指，比划着依依的身高。依依羞涩地咯咯笑着。就在此时，楼道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去开门，我对依依和父母说，然后迈步走向门口。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是林旭。在我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，
他一把将我拉入怀中，紧紧地抱住我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怒斥，请你自重，别再来骚扰我爸妈。我挣脱了他的怀抱，一手推开他，一手则关上了门，但他的手却死死抓住了门把手，给我一次机会解释。门里的依依害怕地躲在了爷爷背后。我尝试把门关紧，但林旭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挡在门外，不让我关上。林旭的声音逐渐大起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此时，楼道里传来了保安的脚步声和斥喝声，是我妈喊的保安。2位保安立刻上前，将林旭按在了地上。林旭与我四目相对，但我转身，没有再看他一眼，与依依和父母一起进入了房间。门背后传来了他的呼喊和保安的斥喝声。吃完饭，我与女儿依依手挽手，行走在家门口的小道上。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感觉有人跟着我们。每次我回头查看，街上都没其他的身影。我紧了紧依依的小手，低声说：“依依，我们走快一点。”到了家门前，我迅速掏出钥匙，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门。刚把钥匙插进去，一个阴影忽然从背后晃过，紧接着，一个冰冷的大手突然从我背后伸出，用力地夹在了即将合上的门缝中。我和依依都被吓得尖叫起来，准备往后退，但门却被强行打开。从门缝中映入我眼帘的是林旭，他居然没走，一直跟着我们。你想干嘛？我紧张地后退了一步，小心地护住依依。林旭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跪在了地上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哀求：“求你帮帮我吧！”我皱了皱眉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旭低下了头，声音略显沙哑：“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了。那20%的财产已经被我挥霍得差不多了。现在我和我妈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，每天都过得捉襟见肘。我有些愕然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快就把那笔钱花光。但更多的，我心里是冷漠和不屑。他如今的下场完全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所以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冷冷地问。林旭抬头，眼眶有些发红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是现在我真的后悔了。我不求你能原谅我，只求你能给我一份工作，让我能重新做人。工作？我冷哼了一声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？林旭咬了咬牙，因为我知道你家瓷砖生意的秘密。我心中一惊，面上却仍保持着冷静。什么秘密？你家的瓷砖之所以在国外那么畅销，是因为你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，这种材料让瓷砖更加耐磨、防滑，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纹理，让瓷砖看起来更加高档。林旭缓缓地说。我皱了皱眉，他说的这些并不算是什么秘密，只要是有心人稍微调查一下就能知道。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彻底震惊了，而且我还知道这种特殊材料的来源。林旭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决绝。如果你不给我一份工作，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所有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知道他此时已经走投无路，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他得逞。你以为你知道的这个秘密能威胁到我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你错了，这种材料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知道，而且就算你把这个秘密说出去，对我们家的生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因为我们家靠的不仅仅是这种材料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品质和服务。林旭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他呆呆地看着我，仿佛在说：
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没有理会他，转身拉着依依进了屋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几天后，我听说林旭和他的母亲被房东赶了出来，因为他们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里，也不想知道。而陈南之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听说他后来找了一个女朋友，两人一起去了外地发展。我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难过。或许他离开这个伤心的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而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我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。依依也渐渐从陈南之的事情中走了出来，开始重新接受新的生活。我们家的瓷砖生意也越做越大，不仅仅是在国外畅销，在国内也开始慢慢打开市场。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一家人的努力和品质，而那个曾经想要威胁我们的林旭，最终也因为自己的贪婪和自私而付出了代价。或许这就是人生吧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付出多少努力，就会收获多少回报。而那些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取利益的人，最终也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2年后，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到了我的手机上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接听了。喂，是你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反应过来，陈南之，是我。陈南之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听说你们现在过得很好，我很高兴。我沉默了片刻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外地，和女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小店。陈南之说，我们打算明年结婚。那恭喜你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说出这么一句客套话。谢谢你。陈南之深吸了一口气。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对不起，当初我不应该那样对你和依依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都过去了，现在你和你的女朋友过得幸福就好。我们会幸福的。陈南之说，你也会幸福的，对吗？当然。我笑了笑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好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或许这就是人生吧。有些人注定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，而有些人则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。而对于我来说，重要的是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和快乐，因为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，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，而现在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转身看向屋内正在玩耍的依依和父母亲切交谈的场景时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满足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和克服一切困难，因为我拥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无限可能的未来。而那个曾经企图破坏我家庭幸福的林旭和已经离开我生活的陈南之，也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，不再对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。我也希望他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彻底过去吧。此刻的我只想把握住当下的幸福和快乐，与家人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和经历，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，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和充实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